这只狗活了36年，却丝毫不见衰老的迹象。如果换算成人类的年龄，它的年纪已经超过了200岁。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一大把年纪的它竟然眼不花腿不软，甚至每天还在院子里追鸡赶鸭，仿佛是有着用不完的精力。难道这只白狗返老还童了吗？一般来说，犬类的平均寿命在15年左右。目前世界上寿命最长的狗狗是一只来自澳大利亚的牧牛犬波比，但它也只活了29年0.5个月。可大妈却坚定地说自家的狗狗今年已经36岁了。主人的话让众人感到不可思议。为了验证事情的真实性，节目组请来了著名的宠物专家。专家在看完录像后一致认为狗狗最多只有10岁左右。然而当得知狗狗今年已经36岁时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。大家觉得这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。如果这是真的，这只狗狗将会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。一位兽医学者表示，20多年的狗狗已经是犬类寿命的极限，36岁还能如此健康，这显然不符合自然的规律。那么狗狗的真实年龄究竟是多少呢？随后节目组找到了狗狗的主人，大妈说小白是从小跟着自己长大的，她确定狗狗已经陪伴了自己30多年。看见记者有些不信，于是大妈翻出了多年前的照片，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是1991年记录的，而视频的拍摄时间却是2009年。即便是这样，那也只能证明狗狗活了19年。随后节目组又找到了大妈的弟弟，他告诉我们狗狗是自己退伍之后领养的，而当时的时间是1974年。如果从1974年到2009年来计算，狗狗刚好是36岁，但毕竟他和大妈是一家人。为了更客观的了解情况，节目组又询问了附近的邻居。老奶奶看到照片后很快便认出了狗狗。老人说他已经在这里开了20多年的店，经常能看见大妈带着狗狗在街上散步，但至于狗狗的年龄他并不敢确定。他建议去不远处的宠物诊所问问，因为那家诊所已经开了几十年了，说不定会知道些什么。很快节目组就找到了这家诊所。兽医在看见照片后并没有第一时间认出狗狗，毕竟自己每天要接待的顾客很多。他表示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经营这家店，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，每只来看病的狗狗他都有记录档案。随后他根据提供的信息调出了电脑的档案，档案上显示狗狗的出生日期为1974年1月14日，从那时候到2009年刚好是36个年头。看来狗狗的确已经36岁了。这一消息很快便引起全国各地专家的注意，大家纷纷前来看望这只长寿的狗狗。虽然狗狗已经36岁，可它却没有任何衰老的迹象。从它的身体状态来看，完全不像一只年老体衰的狗狗。没人知道它能活到多少岁，就连专家也无法解释这一现象。不过人们却发现狗狗的脸上每天都洋溢着灿烂的微笑。有专家推测它的长寿或许与此有关，也有人觉得狗狗深爱着自己的主人，所以想要一直陪伴着它。对此送来食物，希望能带给他一些温暖。一直到夜幕降临，狗狗依旧守在路边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。它并没有住进人们为它准备的小窝。阵阵的寒风迎面袭来，狗狗的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着。它想起身活动一下来保持身体的温度，但刺骨的寒冷早已冻僵了四肢，失去知觉的双腿每挪动一步都显得十分吃力。可即便如此，它还是不忘回头再看上一眼。当第二天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，它又开始继续游荡在花坛的边缘。大家猜想这里或许是狗狗与主人最后相见的地方。转眼间，天空突然落下了鹅毛般的雪花，但这却无法影响它每天要做的事情。随着街道上出现的人越来越多，狗狗也变得忙碌起来。它身披一层厚厚的积雪，不断穿梭在花坛的草丛之中。它忘记了饥寒交迫，可却唯独没有忘记那个熟悉的身影。狗狗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过往的行人，生怕错过与主人相见的每次机会。然而它却不知道这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等待。到了夜晚，街边华灯初上，它孤单的背影在繁华的夜色中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。时间一点点流逝，而它日复一日的等待也蔓延了整个冬季。人们发现小窝里的食物狗狗几乎没怎么吃过，它虚弱的身影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那么凄凉。狗狗安静地趴在雪地上，似乎做好了随时长眠的准备。大家实在不忍心让狗狗这样一直等下去，于是人们自发组织了救援队。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，几天后狗狗终于被顺利救援。来到宠物医院后，兽医为它做了详细的检查。好在狗狗的身体并无大碍，医生表示狗狗对人类十分友好，这充分说明了它之前是有主人的，并且它和原主人的感情应该非常深厚，这才会导致狗狗在雪地中一直等待。或许是太过于思念主人，狗狗对于人们提供的食物几乎没有太多兴趣。几天后，那位热心的小姐姐来探望狗狗，她表示会帮助它走出那段过往的记忆，并且给狗狗一个全新的家庭。请不要抛弃那个满眼都是你的小生命，因为在小狗的世界中，主人就是它的一切。零下30度的雪夜里，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来到一户人家讨要食物，热情的屋主邀请它进来，它都寸步不离地跟在身后。有了小猫的陪伴，小哥平静的生活里也少了些许的孤独。当小哥情绪低落时，猫咪也总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仿佛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缘分。
两个孤独的灵魂在陪伴中治愈着彼此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猫咪的性格也逐渐开朗了起来。小格为它取名暖阳，他希望小猫余下的喵声里充满温暖和阳光，不再有寒冷和饥饿。每年都会有60%以上的流浪猫熬不过漫长的冬季，它们的生存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艰难。我们小小的善举，对于流浪动物来说却是一次崭新的生命。很喜欢网上的一段话：你的善良终会成为寒冬里那道最耀眼的阳光，在温暖整个冬季后，慢慢照亮你的人生。一段缘分究竟能有多奇妙？原本流浪街头的小狗，只因一声奶凶的警告，却让他意外遇见了生命中那位心软的神。几天前，小哥在下班回家的路上，无意间在货车下发现了一只呆萌的小奶狗。发现有陌生人靠近，小家伙立马就警觉了起来。只见他一脸奶凶地朝着小哥大叫，似乎在警告对方：如果你敢过来，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虽然狗狗已经拿出了自己最凶的姿态，但在小哥看来，它却是如此的可爱。或许知道自己的威慑起不到作用，于是狗狗便扭头不再搭理小哥。看小家伙的模样，才只有1个月大小，这么小就流浪在外，也不知道他是如何生存下来的。原本打算离开的小哥，却惊奇地发现狗狗在地上翻找食物，眼前的一幕不禁让人感到心酸。从狗狗熟练的动作来看，或许它每天都是靠翻找垃圾来填饱肚子吧。心软的小哥本想上前安慰一下狗狗，没想到小家伙被吓了一跳，害怕的狗狗迅速躲到了车底。尽管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，可他依旧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。狗狗围着车辆不断寻找着可以果腹的食物，失去了妈妈的庇护，它只能顽强地生存下去。狗狗的眼神充满了希望和乐观，见小家伙可怜巴巴的模样，小哥实在不忍心抛下狗狗不管。就在他犹豫之际，狗狗却突然跑向了小哥。小家伙乖乖地蹲坐在地上，这一次他主动接受了小哥的抚摸，完全没有了之前的防备。看小家伙坚定的眼神，似乎他的心里已经认定了小哥。或许每个在外流浪的小狗都渴望拥有一个家吧。看着眼前乖巧可爱的小家伙，小哥最终决定收养狗狗，给他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港湾。被抱在怀里的狗狗不吵也不闹，这一刻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归宿。考虑到小家伙应该是饿坏了，他特意从附近的商店买来了肉罐头，大概是第一次吃到这么美味的食物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狗狗就炫了满满一盆。吃饱喝足后，小哥将它装进包里，随后便带着狗狗返回了家中。因为时间比较仓促，于是小哥只好将猫咪居住的地方暂时让给了狗狗。第一次来到陌生环境的他，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十分好奇。在四处打量一番后，狗狗很自觉地钻进了舒适的小窝，似乎它也明白这是主人为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。接着，小哥打算给狗狗洗个澡，为它洗去之前所有的不幸。让小哥意外的是，第一次洗澡的狗狗不但没有反抗，反而还满脸享受地配合着小哥。或许在狗狗的心里，他已经选择无条件信任了对方。洗完澡后，小哥帮他用毛巾擦干了身体。第二天，小哥还特意带狗狗去医院做了检查。好在小家伙的身体一切都很健康。小狗不会说话，可它也知道谁对自己好，仿佛是冥冥中早已注定好的缘分。因为一次偶然的相遇，狗狗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希望每个流浪的小动物都能遇见那个生命中心软的神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当身患重病的主人第一次在狗狗面前摘下帽子时，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。看着和从前判若两人的主人，狗狗的眼神里满是震惊，愣了许久才开始伤心的哽咽抽泣，随后站起来用怀抱安慰着主人，像是要告诉主人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会一直在。其实主人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查出了癌症，为了配合治疗不得已剃光了头发，怕狗狗担心，所以对他隐瞒了病情。自从知道主人生病后，狗狗变得格外粘人，它不像以前那样顽皮好动，每次进房间前都会小心翼翼，生怕打扰到主人的休息。被病痛折磨的主人身体十分虚弱，他躺在床上看着懂事的狗狗，只能勉强抬起手摸摸它的小脑袋。这天主人要去医院接受第2次化疗，虽然在出发前告诉狗狗他会很快回来，但放心不下的狗狗还是一直守在门口不吃不喝。他从白天一直等到晚上，眼里充满了十足的担忧。当5年前他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，还是一只小狗，那时候的他活泼调皮，总是把家里弄得一团糟，可主人从来没嫌弃过他，反而用一颗包容的爱心呵护着他成长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也从一只懵懂的小狗逐渐长大。等到主人回家后，他摇着尾巴激动地上前迎接，仿佛在和主人诉说着多日以来的思念。懂事的狗狗安静地趴在主人怀中，似乎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慰主人。每当这个时候，主人都会轻轻地安抚它。一场病痛打乱了所有的生活节奏，狗狗不知道主人怎么了，它只知道主人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带它出去玩。但是它记得以前主人会经常带它去海边散步，一起看日出日落，一起在雪地留下欢快的脚印。自从主人生病后，狗狗再也没有出过门，它每天安静地守在主人身边。有了狗狗的陪伴，主人在和病魔斗争的日子也变得不那么难熬。精神好的时候还会用零食和它互动，但严重的病情需要主人定期去医院化疗。每次的分别对狗狗来说都十分煎熬，它在主人离开后就蹲在门口茶饭不思，随后便开启又一轮新的等待。
可看着主人平安归来的那一刻，它又开心的忘乎所以，激动的在地上打滚，仿佛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。在主人睡觉时，狗狗就守在旁边寸步不离，生怕主人会再次离开自己。然而平静温馨的时光还没持续多久，主人的病情突然开始恶化，他需要赶紧入院接受手术。狗狗看着装满衣物的行李箱，很是着急。他知道主人这次可能要离开很久。最后，狗狗将自己的玩具放在了箱子里。自从主人离开后，狗狗在门口等待了很多个日夜，但依旧没有看见主人的身影。它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独自徘徊着，每天要闻着被子上主人残留的气味才能入睡。万幸的是，主人这次的手术很顺利，不过要住院疗养一段时间。狗狗从未和主人分开过这么久，长久的思念让它日渐消瘦。它在家里焦虑地大叫起来，没办法，只好让它和主人视频来缓解思念。当看见久别多日的主人出现在屏幕上，它激动地站起身来，想要拥抱主人，可抬起的手停在了半空，却怎么也触摸不到自己朝思夜想的主人。它叼来自己最喜欢的玩具犬，似乎想把这份珍贵的礼物送给主人。狗狗期盼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屏幕上。当主人出院回家的那天，狗狗开心的尾巴都快摇断了。主人拿来玩具球想陪它玩，但狗狗却意外选择了拒绝。它知道手术后的主人身体还很虚弱，狗狗把头枕在主人的腿上，深情注视着它，期盼主人能快点好起来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后，主人的身体逐渐康复，它又可以带狗狗像从前那样外出游玩。狗狗在草地上像风一样自由地奔跑，尽情享受着此刻来之不易的幸福。小狗不只是宠物，它们更是家庭中的一部分。无论你贫穷还是富贵，健康或是疾病，狗狗都会永远陪在你身边，不离不弃。人生总会经历一些艰难的时刻，爱和温暖就像生活里的光，指引着人们走出黑暗，跨过泥泞，往后的路就会像大海一样宽广。原来狗不嫌家贫是真的，眼前这只狗狗已经陪伴八旬老人拾荒了10多个年头。清晨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狗狗已经跟随老人游走在每个大街小巷。由于生活上没有经济来源，年迈的奶奶只能依靠收废品来换取微薄的收入。虽然日子过得清贫，但老人对狗狗却从不吝啬。在他的心里，狗狗不仅是生活中的依靠，更是他唯一的亲人。原来老人膝下无子，多年前老伴也不幸离世，如今只有狗狗与他相依为命。奶奶告诉我们，狗狗名为阿布，它是多年前在垃圾堆里捡到的一只流浪狗。自从被老人收养后，阿布已经跟随奶奶捡了11年的废品。虽然没有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但狗狗的脸上却时刻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当奶奶上门收废品时，阿布就乖乖地守在小车旁边，知道奶奶的生活不容易，所以懂事的阿布也从不给老人增添不必要的麻烦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老人的步伐也越走越慢。每次发现奶奶没有跟上来，阿布都会主动停下来等着老人，直到奶奶跟上来后，他才会继续往前走。老人发现最近狗狗走路总是一瘸一拐的，看着可怜的阿布，老人的心里五味杂陈。夜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，最终决定拿出为数不多的积蓄带阿布来宠物医院看病。因为是第一次来宠物医院，老人不断询问着不知所云的问题。看见医生将阿布抱出来后，奶奶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。医生表示狗狗的年纪大了，它腿部的疼痛是老年犬常见的关节炎所导致的。可即便只有3条腿能走路，阿布依旧每天风雨无阻地陪伴奶奶拾荒。或许对于他来说，身体上的疼痛远不及和奶奶在一起时的快乐。得知狗狗的情况后，老人心疼地将它背在身上。在多年的陪伴中，他们仿佛都把彼此当成了唯一的依靠。回到家里后，奶奶并没有放弃对阿布的治疗，她一有时间就会帮狗狗按摩，比以往更加用心照顾着它。半年后，当节目组再次找到老人时，奶奶笑着说阿布已经好了。狗狗蹦蹦跳跳的样子让人们很是惊讶，就连医生也觉得不可思议。我想这大概便是爱所创造的奇迹吧。有了狗狗的陪伴，老人晚年的生活也变得五彩缤纷。很喜欢网上说的一句话，上帝之所以不让狗狗说话，是因为爱和忠诚需要用行动来表达。小狗的爱永远都是那么无私和纯粹，希望每个毛孩子都能遇见生命中那个心软的神。这只小熊猫看着福宝一家陷入了沉思。作为他们的老邻居，小熊猫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，为啥同样是熊猫，可待遇却相差了10万8千里。原来这只看起来酷似浣熊的小熊猫名为小西，它亲眼目睹了乐宝和爱宝相识相爱的全过程，并且还见证了小福宝的出生，这让小西的心灵备受打击。因为自从住进爱宝乐园后，他已经单身5年了，看着老邻居已经成家立业，事业有成，而自己还是一只孤独的小熊猫。想到这里，他变得更加抑郁了。小西也经常恳求饲养员给自己介绍个女朋友，但饲养员也很无奈，毕竟小熊猫属于濒危物种，想找个合适的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见小家伙日渐消瘦的模样，饲养员特意准备了一盘水果，
打算安慰一下小溪。可此时的小熊猫对食物完全提不起兴趣，它爬到树上，不断擦拭着眼角流下的泪水，内心的悲伤不言而喻。饲养员不忍心见它这样一直孤独下去，最终耗时半年，在加拿大找来一只雌性小熊猫。第一次见到异性的小溪突然呆住了，对方在看了一眼后便羞涩地跑到一旁，只留下小溪那双渴望的眼神。原来这只雌性小熊猫叫小雅。自从小雅来到园内后，小溪变得异常兴奋，仿佛压抑5年的情绪刹那间被释放了出来。然而小溪的异常行为却把对方惊吓到了，他总是躲在树上，远远地看着在地面发疯的小溪。第一次追求女孩子的小溪完全没有任何经验，他每天不停地围在小雅身边转悠，但这样的行为很快便引起了对方的反感。小雅第一次对他发了脾气，可深陷爱情中的小溪此时已经失去了理智，他们很快就厮打在了一起。即便如此，小溪依旧不依不饶地跟在小雅的身后。饲养员本以为他们会一见钟情，可没想到相处之后却是这样的结局。为了避免他们之间矛盾加深，于是饲养员决定将他们暂时分开。这天清晨，小溪没有发现对方的身影，转身才发现他们之间相隔了一扇透明的大门。小溪仔细打量着眼前的门窗，下一秒他竟然想要破门而入，这可把另一边的小雅吓坏了。她躲到角落里默默观察着，生怕对方闯了进来。为了结束小溪单身5年的生活，贴心的饲养员只好让他们再次尝试相处。最终这对小熊猫能否有情人终成眷属呢？不久之后，饲养员为他们在树上定制了一套豪华大别墅。有了房子后，小雅对小溪的态度逐渐发生了改变。在她坚持不懈的追求下，最终小雅也慢慢接受了小溪。2只小熊猫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最后祝愿每个刷到我视频的朋友都能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眼前的饲养员抱着海豚失声哭泣，因为这将是他们余生的最后一次见面。海豚夫妻在这座海洋馆表演了整整10年，他们出色的表演赢得了无数观众的掌声和认可。而今天将是他们离开海洋馆的日子。也许海豚夫妻知道这将是自己的最后一次演出，所以他们把每个动作都做到了极致。精彩的表演引得在场的观众掌声不断。伴随着演出的完成，这对夫妻即将告别生活了10年之久的地方。饲养员抱着海豚忍不住流下了泪水，而海豚也久久不愿离去。眼前的告别也让工作人员泪目。虽然他们彼此有着万般不舍，但为了让海豚能更好的生活下去，大家决定将海豚送回故乡的海域。为了防止海豚途中出现意外，工作人员特地帮海豚做了加固处理。智商卓越的海豚也非常配合大家的工作，但嘴里不停地发出叫声，似乎在诉说着不舍的离别。由于海豚在海洋馆生活已经10年了，所以工作人员还需要对它们进行野外生存的训练，帮助2只海豚恢复原本的天性。刚回归大海，它们显得有些不适应，就连近在嘴边的鱼也无法捕捉到。好在经过1星期的反复练习后，2只海豚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捕食技巧，同时这也意味着它们即将回归大海。临走之前，饲养员准备了丰盛的美食。吃完最后一餐后，海豚们将踏上陌生的旅途。当渔网被撤掉后，工作人员鼓掌为他们表示祝贺。可没想到2只海豚游了一圈又折返了回来，它们不断环绕在四周，久久不肯离去。一只海豚游到饲养员面前，时不时探出脑袋，或许它是在做最后的告别，也可能是在感谢饲养员这10年的照顾。有时候动物的感情比人更加真诚。它们一圈又一圈地转着，2只海豚足足停留了1个小时。最终它们也明白了人类的用意。2只海豚慢慢朝着大海深处游去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每个生命都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。最后希望海豚夫妻能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。小白是一只会寻宝的狗，只见它四处在海边搜寻着什么，没一会儿就叼着一个大宝贝跑了回来。凭借着独特的本领，小白成功让主人开豪车住别墅。主人告诉我们，小白的智商很高，每次退潮后他都会带着狗狗来到海边，而小白也十分专业，他总是能准确地找到宝物。只见他踉踉跄跄地走进水里，在水里扒拉几下就一头扎了进去，叼起一只大宝贝，转头就跑上了岸。仔细一看，原来宝物竟是个大海参。要知道海参被称为8大珍宝之一，许多人都用它来进行滋补，这种好东西可并不好找，然而狗狗却可以轻松地找到。主人说每次带小白来海边，他都会带上一个罐子，基本用不上半小时罐子就会被装满，而他似乎也很喜欢寻宝的工作。普通人难以发现的海参，对于小白来说却是小菜一碟。却不，转眼间的功夫，狗狗又找到一只。就在大家称赞小白的寻宝技能时，狗狗却叼了一块石头跑了回来。难不成狗子也会有失误的时候？下一秒，经过清洗的石头秒变大海参。看来小白寻宝的实力果然不一般。主人抱着狗狗笑着说，小白几乎从未出现过失误。可大家表示不服，于是找来一真一假的海参对小白进行考验。外形上不能说一模一样，简直是毫无差别。为了迷惑狗狗，小哥还将2者的气味进行充分融合。随着主人的一声令下，小白直奔海参而去。狗子的前爪不断在水里扒拉着假海参，本以为他就要上套了，可当小白碰到真海参时，却毫不犹豫地叼了上来。
看来想要骗到狗子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主人激动地炫耀起了自家的狗狗，看看我说的没错吧？就这点小小的把戏也想迷惑我家的小白，你们这群老六还真是有些可爱。狗子独特的寻宝技能让专家也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单靠嗅觉并不能准确地找到海参，还需要触觉和记忆力进行综合分析判断。看似简单的行为，却需要狗狗有极高的智商。主人告诉我们，小白曾经是一只流浪狗，当初自己看它可怜，便将它收养在家中。可狗狗为什么会喜欢找海参呢？原来主人之前经常来海边找海参钓鱼，狗狗看到找到海参的主人非常开心，为了感谢主人的收留，于是小白就开启了探宝模式。每回主人都会将狗狗找到的海参分享给他，但小白却不喜欢吃，也许他只是想通过这样的行为来报答主人。小白不仅为家庭带来了欢乐，同时也给主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。万物皆有灵性，即使是不同物种之间仍能感知彼此的善意和友爱，或许这便是善良的回馈。他轻轻碰了碰沉睡已久的爱人，得不到任何回应的他只能发出无助的呼唤。在猫咪的世界里，他觉得妻子只是睡着了，深沉的爱让他选择了默默守护与陪伴。殊不知他们早已相隔了2个世界。当一位大姐发现他时，小菊已经在冰冷的躯体旁整整守护30多个日夜，即便没有得到任何爱的回应，他始终不离不弃，日夜坚守。每当有外人靠近，小菊会毫不畏惧地站在小花身边，仿佛彼此的守护与陪伴是他们一生的约定。或许他觉得小花只是生病了，傻傻的他满怀期待。小花的身体已经僵硬时，他试图帮助妻子恢复原有的体温。或许在他的认知里有着太多不解和疑惑，但我想责任与守护是他所认为的信仰和真理。这对流浪猫的故事感动了附近的居民们，大家纷纷前来探望。可以看见里面布满了垃圾，并且伴随着令人作呕的气味。一位宠物医生说，猫咪对气味格外敏感，它的嗅觉是人类的20万倍以上，很难想象它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待这么久。也许是那份浓浓的爱意将它留在了这里，可这样艰难的生活对它来说又能坚持多久呢？看见如此情深意重的小菊，附近的邻居们决定立刻对猫咪进行救援。当人们试图向它靠近时，小菊马上跳到了小花身旁，她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妻子。此时的救援陷入了僵持，小菊深情地吻了吻妻子，仿佛是在和对方做着最后的告别。不久后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猫咪主动往后退了几步，似乎已经默许了人们的好意。当救援人员挪动小花的身体时，他的眼神紧紧注视着即将离开的爱人。接下来，大家继续对小菊开展救援。几分钟后，她顺利被救出。热心的大姐忍不住流下了感动的眼泪。随后，猫咪被送往宠物医院进行检查，医生表示它的身体情况一切正常。经过医生的仔细分析，误食过多的垃圾是导致猫咪死亡的直接原因。一般来说，猫咪的情感世界并不丰富，大概是因为某种特殊原因让它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所以，即便小菊已经感知到对方离世，她仍不离不弃地坚持守护。如果不是救援人员的出现，她会一直延续当下的生活。在小花的遗体被处理之前，大姐抱着她准备和妻子做最后的告别。当看见小花的那一刻，她努力地挣脱怀抱，拼命奔向妻子的身旁。即便有着万般不舍，但以后她必须要学会独自生活。猫咪的目光始终注视着即将离别的爱人，眼神中满是不舍。也许此时她也明白了，这将是他们缘分的终点。望着逐渐远去的小花，小菊不停地呼唤，似乎在和对方诉说着来世相约的地点。故事最后，这位热心的大姐收养了小菊。2只流浪猫的故事完美诠释了爱情的忠贞不渝，至死方休。或许相濡以沫才是每个人心中想要的爱情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愿每条流浪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，也祝愿视频前的你能遇见生命中的那个他，拥有此生无悔的挚爱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几名监狱猛男刚刚因为一只猫大打出手，打架原因竟是对方说自己的猫长得不好看。这里是某国监狱的大型撸猫现场，多数的犯人都拥有一只属于自己的猫，没有猫的人在这里属于消极分子。只有那些表现优异、严格遵守纪律的人，才有资格成为一名铲屎官。除此之外，监狱会定期进行考核，如果表现不佳，猫咪将被随时收回。这名壮汉不断哀求着管理，希望能让管理不要将猫咪收走，因为他刚刚违反了规则，所以即将成为无猫之人。这样的打击对于他来说简直要命，因为在这里，猫咪不仅是囚犯们唯一可以倾诉和陪伴的对象，更是身份和荣誉的象征。原来这是某国动保组织和监狱联合推出的一项流浪猫救援计划，让一些受过虐待和无人领养的流浪猫交给囚犯们照顾。起初，这个计划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，因为大家觉得这群穷凶极恶的人肯定会虐待小猫，这样做无异于将猫咪送进了地狱。然而谁也没想到，这群闻着花臂的大哥们却展现出了柔情似水般的温柔，一个个壮汉瞬间秒变猫奴。可爱的猫咪化身天使，不仅治愈了囚犯们孤独的内心，更唤醒了每个人心中善良有爱的一面。为了能得到一只属于自己的猫，每个人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，因为只有在各方面都表现良好的犯人才有资格拥有领养猫咪的权利。这位黑哥通过半年的努力，成功领取一只大橘，此时他的心情比中了500万还要开心。而这位花臂大哥同时拥有6只猫，据说他踩坏了5台缝纫机，在这里没人能拒绝一只猫的诱惑。
他们努力工作，积极学习，然后将换取的报酬给猫咪们买新衣服穿。每天囚犯们会认真的帮猫咪清理卫生，还会很耐心的帮小猫清理耳朵和毛发。大家省吃俭用为猫咪置办一些玩具以及小零食，完全把小猫当成了自己的家人。曾经到处惹是生非的壮汉们，现在居然一起为猫咪制作猫爬架，让猫咪时刻享受尊贵的服务。不仅如此，几名壮汉还学起了手工活，一起为各家的小主织毛衣。虽然画面有些尴尬，但当为猫咪戴上自己亲手制作的小红帽时，胡子哥露出了慈父般的微笑。这些和谐有爱的画面让动保组织感到不可思议，谁也不敢相信一群流浪猫竟能让监狱的犯人改变如此之大。现在看来，这个项目无疑是成功的，因为当地很少有人会去收养这些流浪猫。如果长时间没人领养，那么猫咪最后的下场就是进行安乐死。这些流浪猫多数遭受过人类的虐待和遗弃，所以它们对人类的戒备心很强，导致很难被收养。但在这里，囚犯们的耐心和关爱感化了猫咪，流浪猫不仅打开了心扉，还有了一个温暖的家。同时，囚犯们也开始学会做一个温暖善良的人，这是一次彼此的双向救赎。囚犯们感受到了无条件的温暖和爱，他们慢慢肩负起责任，努力成为一名更好的人。据说，自从推行流浪猫计划以来，监狱的暴力行为以及其他各种违规行为直线下降了300%。猫咪的出现让这些人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如何用非暴力手段去解决问题。那些曾经脾气暴躁的罪犯，如今一个个都变成了和蔼可亲的大叔。大家讨论更多的话题是如何让自己与猫咪相处得更融洽。一位狱中的画家特意花了几个月为猫咪作画，并且还挂在了墙壁上进行展览。小猫们在这里拥有绝对自由的权利，犯人们不会限制猫咪的行为，因为他们想让猫咪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。大家每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与猫咪待在一起。这位光头哥自述，自己本来已经放弃了对人生的一切幻想，因为他还要待够126年才能离开这里。但喵星人的出现让他的内心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。每天繁忙的工作后，撸猫成了光头哥最大的乐趣。这只猫咪也成了他生活中唯一的陪伴和亲人。他对小猫视如己出，仿佛他们彼此有着莫名的缘分。原本流浪街头的小猫在远离繁华后，最终在这里找到了温馨的家。他们一起玩耍，相互陪伴。寒窗铁笼无法禁锢此时属于他们的快乐。猫咪的出现如同一束光照进了他的心里。或许真正的自由与身体无关，它起源于内心，存在于精神和思想中。我想他此刻是幸福的，更是自由的。另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花臂哥，成功被这只狸花猫俘获芳心。在猫咪面前，他展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温柔。花臂哥自嘲到自己原本的脾气异常暴躁，打架几乎是家常便饭。当遇见猫咪后，不仅自己的脾气改变了不少，还有了更多的耐心。每当看见猫咪充满爱意的眼神和行为时，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和力量融化着自己的内心。现在猫咪已经是自己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他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将猫咪带在身边。或许在花臂哥眼中，小猫不仅是一只宠物，更是治愈心灵的良药和朋友。而眼前这位大爷更是毫不避讳地表达自己爱它大于一切，搞得猫咪也有些不好意思了。许多人在感受被爱之前从未去爱过，现在他们懂得了责任与爱。一边是误入歧途不知如何去爱的人，另一边是曾被伤害饱受虐待从未被爱过的流浪猫。当二者碰撞在一起，竟产生了如此神奇的力量。他们都以爱的方式治愈了对方。对于猫咪来说，他们不用被处以安乐，获得了重生的机会，并且在监狱里找到了温暖的归宿。而对于囚犯们来说，他们遇见了更好的自己。猫咪唤醒了每个人心中美好的一面，他们相互治愈，相互取暖，同时也成为了彼此的救赎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仅仅将宠物存在的意义看成是陪伴，但我觉得它们更多的是治愈。当我们沮丧时，它可以让我们心灵洒进阳光；当我们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时，它又让我们重新燃起面对困难的勇气。如果此时你觉得生活不开心，那不妨去养一只猫，或许它可能是你的良药。